少是七海境巅峰，还没有到，离得太远了。镇月重280斤，没有开封时，像一块从城门上拆下来的铁板。总镖头，王总偏3分，那牌楼上个月才赔过1次，记在情书账上。凭什么？你刚才说离得太远，动摇军心。短月。爪子能卖300两，赤宗入药400两，兽血便宜些，但这么大一缸也有。先别算。御兽丁，大药朝廷豢养妖兽，常以御兽丁控制其心神，只有司天剑能够打造。民间私藏是抄家的重罪。这只枭王脑中为何会有朝廷的御兽丁？别碰！总镖头，下次能不能先听人把话说完？不能，坏人通常都死于话多，好人也会。是赝品吗？不，是真的。7年前，罗沧海带着12名镖师押送一趟暗镖，自断龙谷失踪。惊鸿镖局从北境最大的镖号一路衰败，只剩半座漏雨的院子和37张欠条。总镖头令也随罗沧海一同失踪。惊鸿镖局总镖头罗惊鸿，是赤纵枭王乃朝廷豢养的镇山灵兽，奉命押往东岭。你无故将其斩杀，劫夺御兽丁，按律当押入诏狱。他方才正在吃人。诏狱里可以申辩。方才那一记断月已经让他的虎口裂开，今日若再强行斩出同样一剑，经脉至少要断3成。罗总镖主，刚砍完朝廷的兽，又准备砍朝廷的人，你们镖局的赔付能力真是令人敬佩。司天剑，这位罗总镖首已经接了我的官镖，按大要领，官镖途中罗非谋逆重罪，地方衙门与绣衣司不得擅自扣押总镖。他何时接的镖？就在刚才，我出钱，他没拒绝，口头契约也是。我拒绝。价钱还没说，那你说8万两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官镖只能保你15日，15日后，绣衣司自会再来拿人。定金。你不问押什么？8万两，押皇帝我都走。皇帝不值这个价。那得看死的还是活的。谢平云，5名小卒勉强算个账房。送去哪儿？京城。官礼是什么？你父亲7年前没能送完的那趟镖。3段3长3短，那是惊鸿镖局，只有总镖准才懂得求救镖号。你的账房平时还管装死人？我若说这是误会，你大概不会信。我信。当真？反正你死了，也不影响我开棺。总镖头近来脾气好多了。以前什么样？以前不先问。这口棺材名叫锁龙匣，不是普通铁棺，外层有7重机簧，内层还有镇脉阵。强行破开，他会先把棺中之物烧成灰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
只知道是活物。活物装棺材，有些活物不装进去，死的人会更多。强行出剑，阵法会先把我的真气抽干。先回镖局。你接了我只说先回去。8万两9万。方才还是8万。你说棺里是活物，活镖比死镖贵，可它装在棺材里，那就是活镖加上晦气钱。金鸿镖局还没倒闭，真是祖师爷保佑。主要是债主保佑，他们舍不得我死。总镖头，方才那一件劈坏牌楼7颗百年松和一段官道，扣掉赔款，萧王全身卖完，大概还倒欠120两。官道是谁的？朝廷的。那不赔。牌楼呢？秀一局妖兽撞坏的。7棵松树，雷劈的。总镖头，你看这雷劈的还挺讲究，天地玉光都没有分审美。总镖头，隔壁周掌柜说，咱们要是再抢他生意，他就把西院租给青楼。告诉他，清流比棺材铺热闹，租金得给我涨2成。三方衙门互相牵制，这3枚印不可能临时凑齐。委托人谢庭云，真名至少我娘这么叫。镖物锁龙匣一具，关中之物一件。你连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？知道的人死了，目前看来还剩关里那一个。起镖时间今夜子时。终点京城南郊白马驿。限期15日。平稳官道也要12日，遇上山洪、盗匪或妖兽，只会更紧。这句话是谁家的？上一位押镖人。我父亲。是。这笔锋他认得，前一刻他还是林兆，下一刻他在这座标竹的后院睁开了眼。真正的罗惊鸿遇上山匪，伤重垂死。罗沧海只当女儿失忆，从未逼问。他用了2年才真正接受这个父亲，也用了14年把最初挪不动的镇月练成自己的剑。7年前，罗沧海失踪。只有历代总镖长知道完整画法。契书是真的，9万两，先付1半。先还城南王家3000两，东市刘记2400两，其他债务按利息高低排，剩下的买药、干粮和快马。你真准备走？总镖头令在萧王脑子里，契书有爹的暗记，无论这是局还是路，我都得走一趟。那棺材里若真是……若真是他，我带他回来；若不是呢？那就让把他装进去的人进去。我忽然觉得有些亏。棺材还会吐东西？他以前不会。会不会是7年前留下的？不是旧字，草里的血还没干，最多1个时辰。很好。哪里好？我爹失踪7年，今晚突然有空，管我去哪儿？起镖。去哪儿？先去找写字的人。这么快？面好吃吗？还行。最后一顿应该吃好点儿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杀你的？
半夜蹲在交局门口，带刀不敲门，还往我家棺材里塞追杀令。总不能令不是我塞的。那你是来送面？我是巫13，我没问名字。江湖规矩，动手前互报名字。罗惊鸿。久仰。现在轮到我问了，谁派你来的？罗沧海。这台阶不用我赔吧？算你的。你们镖局账目挺黑，说清楚，可以少赔一点。今天申时白水客栈，罗沧海亲手给我一枚金锭，让我在你起镖前杀你。长什么样？左眉一道旧疤，右手小指少半截。爱喝灵酒，喝完会用拇指敲杯口。他还说了一句话，说真正的罗惊鸿14年前已经死了，现在这个不是他的女儿。你信？拿钱办事，不负责信。那省事了。怎么就省事了？不用跟你讲道理了。剑这么大，在门口转得开吗？用不着转。鱿鱼。这招名字听着挺温和。怕你紧张。现在不紧张了。想开了。怕过头了，顾不上紧张。不打了。江湖规矩还能临时投降？人活着，规矩就能改。白水客栈在哪儿？城北300里。你见到的是本人？我拿着半顶斗笠保证。你干什么？别动。听一丁，这里头存着一段假记忆，有人把它塞进了你脑子里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可能根本没见过洛沧海，你看见的是别人想让你看见的。那金钻呢？真的。那还好。你差点被人当道士还好。金子是真的就行，我不算白跑。白鹿角是谁的标记？白鹿侯顾千秋。这是侯府的回收牌，你做完任务，他们还要把你带回去。我这也带？你知道的太多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懒得分。我决定改行。做什么？卖面。先把台阶钱赔了。是真的。我说过，台阶、面碗，还有这半截消息都得赔，金锭先扣了。消息不完整也收费？当然，你这半截消息差点害死人，当然更贵。我忽然理解你为什么还没倒闭。少套近乎，钱留下。还有一句，那个人说，京城下面放着另一个罗惊鸿。另一个？记不住了。他说谎。我哪句说谎了？他说的不是巫13。那是谁？你。黑棺只能敲，不能作证。你也只能说没见你说过实话。至少让我知道他指控我什么。另一个罗惊鸿在哪儿？他可能睡了，也可能嫌情书敲得难听。你们妇女都这么挑？你们已经认定里面是罗沧海？不管里面是谁，他比你可信。我只知道京城地下有一座旧驿站，14年。过去14年，白鹿侯一直在找9名特殊之人，罗惊鸿是第9名。为什么找他？我不知道全部答案。你知道多少？说多了会死，说少了又没用。行，至少没白长嘴。路上慢慢交代。为什么我坐这里？关丢了，先拿你赔。我值9万两。你想多了，关丢了以后剩多少钱，就算你值多少。
总镖头，地在抖。不是地。绕路，来不及。先说好，车能坏，药不能，关呢？也不能。那谢霆专呢？他可以商量。为什么又看我？你长得帅。莫如，贾太后看不进去。那就让他自己摔。秦叔，放树！分清。你没杀他？御兽丁控制的，不算资源。你居然没杀他？活得比死的贵。这里有我喜欢。别怕，他今天经脉不够，只能拍拍你。小满，啊？怎么？你站得离他近。为什么是我？你穿得厚。不是临时驱赶，有人至少为了他半个月狂血散，让他只认黑棺的气味。棺上被抹了引兽香。谁能高进棺材？4个人，总镖头、秦叔、我、谢丈状。为什么又看我？你离棺材最近。不是刚抹的，至少7年前就在。老罗那趟镖也遇到过被引来的妖兽。你又知道？我见过同样的油。秦叔，你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值钱了。我能不能先欠着？不能。那我不说。也行，等你睡着，我让小满扎。我下针很快。这镖局迟早回你们手里。7年前，他一直挂在老罗剑穗上，看可以别碰，一枚铜钱而已。我家的。7年前，老罗从空雀城回来以后跟我说，要是他出了事儿，别急着去京城，先带你去空雀。为什么去那儿？他说那里留了东西，也留了话。什么话？别信他。我7年前都没见过你爹。没见过都嫌你挺厉害，这也算一种本事。还有呢？到了空产城，我把7年前的事都告诉你。现在不能说。7年前惊鸿镖局那趟镖不是被人劫的。秦叔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知道你药箱底下藏了3包糖。这是医疗物资。你一天吃2包。我病得重。空穴城到了再说。你不逼我？你想说早就说了，真不想说，我把你挂车后面没用。那你还去空雀城？你听见空雀城时摸了3次刀。你小时候没这么精。小时候忙着偷你酒。全城人同时出去买菜了。3年前就没人回来。那面汤为什么还热？那就是刚有人带过。4位吃面，阳春面10两银子一碗，牛肉另算。10两？你牛肉是5升切的？全城就我一家，当然贵。4碗。谢霆云父。为什么？你做的最像冤大头。老板贵姓？梁七。3年前城就空了，你今天刚烧的汤，桌面却3个月没擦。你不是店主，爱干净的人不会把毒藏在盐罐里。10两一碗，我要问点售后。我只卖面。正好，我只砍人。汤不错。这碗能退吗？ 3年前，白鹿侯府以修建水渠为名，
把空禅城百姓分批带走，城中心的老井下埋着一根吞脉铜钉。他一直抽取地脉元气，送往京城。是。你留在这里做什么？谁告诉你黑官会来？看铜钉，等黑官。侯爷告诉我的。顾千秋在哪儿？京城。我爹呢？断龙谷，7年前他在断龙谷结过一次镖，我只知道这些。总镖头问话真省事。剑大，谁敢不说？4杯都摆好了，他还挺客气。不是茶，是侧脉水，喝下后真气越特殊，颜色越深。顾千秋想确认我来了，他已经确认，青铜巨犬都快从楼里钻出来了。你做什么？看看你真气特殊不特殊？我没有真气。那更好，省得变色。有点像隔夜药汤。那是我午饭。这根铜钉每天都会往下沉，等它完全沉进地脉，空禅城就会从地图上消失。人已经被带走，为什么还要毁城？抹掉证据，也把剩余地气全部抽走。顾千秋真是一点不浪费。那我们拔钉以后，地皮归谁？城可能塌。多久？半个时辰。够吃完面吗？你是认真的？你再动，我就给你扎一针。你一个药师，这是给铁背山葵用的，一针能睡3天。我配合，特别配合。你会阵法？不会。那你画的是什么？水渠，我前世见过。罗惊鸿，14年了，欢迎回家，扩散至全城。谢庭云，怎么？这人值不值10两？反正这顿不用付了。你养的？我只卖面，10两1碗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他靠钟声锁定位置，意思是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，但听得很清楚。那最吵的先闭上。明明是你话多。现在他知道了。你要做什么？看你到底拿不拿得动。我承认。晚了，拿着。听得这么准，可惜看不见。秦叔、护官、小满，堵住梁七的嘴。谢账房，跟我上楼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欠10两面钱。这是哪条大妖律？罗家家法。这楼快塌了，那就快点。罗总镖头，顾侯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钟七，白鹿侯府的机关师，机关行门口还贴着你的欠债单。那是同行造谣。欠多少？37万两。原来你也欠钱。谁跟你同造？莫迟。谁让你在空禅城等我？顾侯，他为什么说欢迎回家？因为14年前，你就是从这里被送出去的。可惜你永远到不了断龙谷。自毁！倒江！总镖头，面馆没了，账消了。江飞，你这是直接把店劈没了。你不是说青铜巨犬一响，罗金行必死？我也不知道他能把一条江从天上倒下来。你们白鹿侯府招人时不考实战？考机关。那你欠37万两怎么考进去的？不做大机关，哪能欠这么多？这话我信。你别跟着学。我也欠债。你跟他不一样。反正都欠。能卖吗？拆成铜300两，保留机关至少2000。那是我师门绝学。师门能赔钱吗？不能就当废铜买。不只是秦九山记的路，黑官靠近吞脉铜钉以后，也会自己往这边偏。锁龙翔不仅是钥匙，还是寻路器。
他下一次想去哪儿？断龙谷。断月九式，是老罗的手法。3个皇帝住1个宫里，不挤吗？要是这句话是真的，我们一路收到的命令互相矛盾，就不是有人假传圣旨。那是什么？3个人都能真正下旨。去断龙谷。京城在东南，断龙谷在西北。我知道。知道还往西北走？我爹让我别进京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听父亲的话？以前他说别偷酒，我通常先问酒藏哪儿。我支持改道。理由？断龙谷有雪参，一株能卖800两。那里也有猎齿雕，一口能叼走你。那就让总镖头先砍，再卖羽毛。15日内必须抵京，绕去断龙谷会多走2天。许我改道3次。这是让你绕开危险，不是主动找危险。危险欠我东西，我当然得找上门。你父亲在断龙谷失踪，你就没想过这是专门引你过去的局？想过。还去？不进去看看，怎么知道他们埋了什么？他们会不会逃？绳子是秦叔绑的。子杰，那他们可能需要等官差，也可能需要等下辈子。有人走过。秦叔，你再不说话，脸就要比石头硬了。我在想事儿。想怎么编？想把你药箱扔下谷。你果然心虚。寒食酒不是死，是经脉被寒精封住了，强砸会把人一起砸碎。怎么救？先用温药化外层，再一点点引出寒气，正常3天。我们只有半天。那你问我做什么？你用药，我帮你化冰。剑气还能这么用？慢一点就行。别聊了，再慢人都冻硬了。左边慢一点。哪边？病人的左边，有心脏那边。我又看不见。你12岁给我接手腕，接反过1次，后来不是又掰回来了？疼了2遍。所以你到现在都记得。这招夏天倒是好用。能卖冰？回去试试。先把屋顶修了，卖了冰再修。你认识？7年前，老罗把路线和备用契书都放在这里。备用契书还在吗？秦九山，7年前是你把路线卖给白鹿侯。是真的。是。理由？不能说。谁让你卖的？不能说。我爹。快被齐叔带走了。我看见了。那你怎么不追？让他先跑。为什么？路上雪厚，他跑不快。还有呢？我想看他到底要把棺材送给谁。你来追我还是采筛？都来。先做哪间？先把雪参给小满，不然他会涨医药费。总镖头英明。追个人还顺手采鞘，你也真行。景洪，别再往前。你准备跳崖？我准备把棺带走。你打得过我？打不过，靠你不敢赌里面那个人的命。秦叔，你这招有点不要脸。跟他学的。我什么时候这么教过你？你16岁时拿我的酒换我教你翻江式，那叫交换。我这也是。你想换什么？你退出这趟镖。现在没得谈了。小时候就该少教你2招。晚了。7年前，老罗接到一趟暗镖，出发前，他让我把路线卖给白鹿侯。他为什么让你出卖自己？因为车里是假货，真正的镖物根本没上车。老罗让他们在断龙谷劫走空棺，
等世人认定镖队全灭，他便能暗中藏起真镖。第一条是故意泄露给白鹿侯的假路，第二条是空关真正走的路，第三条人留在青崖城。所以白鹿侯去了断龙谷，空关绕空传城，惊鸿却留在青崖城。老罗把他留在镖局，人人都盯着关，谁会在意找到门口练剑的？我那时已经14岁，所以才更像普通孩子。普通孩子能举200斤的石锁。青崖城的人早就见怪不怪了。顾千秋后来为何又盯上了他？从他的剑气变成墨绿色那天起，引介阵记载的第9人用的正是这种真气。老罗以为不进京就不会暴露，可你一剑劈开半座后山，谁还能认不出？那次是后山自己塌的，你还不认？剑钩现在都在。天地有审美，这套话你倒是一直没变。他还挺懂我。老罗说你从别人嘴里听到真相不会信，非得自己一路砍过去才信。给我。总镖头，你被人压过？看起来是。那押镖费呢？我没拿，我爹拿了。也没拿，当时情况紧急。再急也不能白干，活人镖还拖了14年，至少翻5倍。韩世九只知道我泄露路线，不知道这是老罗的安排。我不能解释，只要白鹿侯还相信我是叛徒，真正的镖物就还有一线安全。现在为什么说？追杀令都送到门口了，他们已经认出你了。不只是确认，他们在逼我们进京。你早就知道。知道一部分。罗总镖主，先把剑抬一点。说，你14年前在青崖城醒来，不是意外，有人用阵法把另一个世界的你拉进了这具身体。你是说他从别的地方来？是。不是谁占了谁的身体，也不是什么禁术，都不是。他没占谁的身体，只是从别处来的。京城要我做什么？开一扇门。什么门？天外驿站。这口棺材对我成见很深。我爹看人一般挺准。你还没确认里面是他？没确认前，先当他是。谢账房，你要不要坦白的快一点？总镖头手一酸，剑就会往下掉。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酸。我能举1天。行，我说14年前，司天剑在空禅城地下启动过一次引介阵，他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捕捉完整意识，用来启动京城深处的古代机关。罗惊鸿是第9次成功匹配，前8次都失败了。第一个醒来后只会念一串数字074，电话。第3个画了一架会飞的铁鸟。电话是什么药？不是药。铁鸟是妖兽？也不是，叫飞机。飞机？你们那边起名也挺怪。第4到第7个只剩碎片，第8个叫之遥。他留下的东西最多，他会算术，会画电路，也会写现代外语。后来他还帮司天剑改过引介阵。他为什么帮忙？他醒来时才7岁，不认字，也不认识这里的人。顾家骗他说，只要把阵修好，就能送他回家。他信了。起初信，后来他把观星旧台炸了一次。这人听着靠谱。你们外来人都喜欢先拆东西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发现有人骗我才拆。之遥失踪前留过一句话，只有第9个人能把门完整打开，也只有他能从里面把门毁掉。所以你一路把我往京城带。是。要是我毁不了，我原本准备陪你一起死。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他就是没地方跑。给我留点面子行吗？不能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你坠崖那一刻，求生的念头太强，引介阵正好抓住了你。为何是我？你前世死亡时，意识处于极强的求生状态，引介阵最容易抓住这种瞬间。所以我的山难不是意外。我不知道。这句是真的。我只查到司天剑14年前确实锁定过你所在的那座山，至于绳索为何断，我没有证据。老罗为什么参与？他没参与捕捉，他是负责把醒来的孩子送往京城的总镖头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反悔了，他发现所谓天外驿站不是门，而是一台会抽取地脉和人体真气的古阵。一旦启动，不止开门，灌进去会怎样？还会把周围数百里的力量全灌进第9名载体，载体活不下来。说人话。他会死。我爹把我藏在青崖城，伪造了劫镖。是。你为什么又要送我进京？因为那座阵正在自行苏醒，边境妖兽被玉兽丁控制，空城地脉被铜钉抽取，都是他重新运转的征兆。若不进京毁掉核心，最多半年，北境会被抽干。
听起来比为了钱体面。实际呢？我还要找一个人。谁？第8名外来者。这下为何？你少报了一件标物。什么？我按活人标、绝密标、超期标、欺诈委托和总标头不兴情好5项叠加。你们能不能不要在这种时候算账？不能，命越危险，账越要清楚。宴会说，奉旨保护罗金红进京。原来是自己人。另奉旨，若罗金红拒绝进京，就地斩杀。再奉旨，将林兆活着送入皇宫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林兆？谁告诉你的？圣旨。圣旨会说话，会写字。那你让他出来跟我谈。你平时都这么跟圣旨说话，他若讲理，我也讲；他不讲呢，我这把剑两面都能拍。这位女千户说话也很硬。正好，一个负责砍，一个负责拦，分工很平衡。第1滴验指灵，第2滴验朱砂，第3滴验人手余温。黑色代表什么？按理说，代表盖印的人没有正常体温，可能是病得很重，也可能是刚从冰窖出来。皇帝盖章前还得冷藏。宫中密报说，陛下病体满头白发。五体皇帝今年31，应该是黑发，新体尚未启用，没有公开相貌。3道旨，3种身体。你已经接受3个皇帝的说法，我接受有人把朝廷过成了 cosplay。那龙袍是不是只做一件，谁穿谁上朝？你又问到严肃问题了。第1道圣旨颁于7日前保护罗金红，第2道颁于5日前拒捕击杀，第3道颁于3日前活捉一天一个主意，更麻烦。7日前陛下在病中，5日前宫中密报陛下驾崩，3日前陛下又亲手用了玉玺，死了还能盖章？所以黑官说京城有3个皇帝。你知道什么？知道的太多，容易被你抓。你已经在通缉榜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没什么可失去。圣旨还我。烧了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，那我抄一份，原件压在镖局。不行，规矩真多，总比你规矩少。二位，你能不能离账房远点儿？来这边，安全。现在不安全了。你昨夜用过断月，真气未复。你赶了3日路，左腿有伤。你看出来了，你落地时左脚少踩了半寸，所以你刚才一直攻我右边。我怕你说我欺负伤员。你确实很讨厌，彼此。我一个人来，说明我也不信宫里的命令。证据是什么？同一枚玉玺，不可能在陛下驾后又盖出第3道旨，除非宫里有人能更换皇帝，或者更换身体。说清楚。我只是猜。你的猜通常值1颗脑袋。那我尽量猜贵一点。第1，遇到官差听我的，不行。第2，不许随意拔剑，不行。第3，不许破坏京城建筑，不行。你至少同意1条。可以，你再提3条，我继续不同意。我也有规矩，受伤找我先付诊金，中毒找我药材另算，快死的时候提前说，我好挑贵药。我只有1条，任何计划先告诉我。可以。真的？计划是进京，细节呢？到了再想。谁先发现新的圣旨，谁先检查上面有没有林兆2个字。铜钱在湖底，遇到老罗，告诉他我还没原谅他。酒呢？喝完了。
那壶有什么用？砸他。行。林昭，你的绳子不是意外断的。你们看我做什么？肩宽合适，腿能不能圈起来？能，但我为什么要蜷？进去。这就是你说的诱敌？是。为什么诱饵是我？因为你穿的贵。敌人要的是黑棺，不是胡一夜，所以给你刷黑。别碰我的衣服！你不进去，我可以打晕你再放。你不管，我负责盖盖。我们已经接近京西，沿途关卡越来越密，3道圣旨互相矛盾，直接走官道等于主动把脑袋塞进套索。第一，留气孔，做人；第二，不许在上面做人，看情况；第三，罗京云不许往箱子上放阵月。这个不行。为什么？压得稳。1短还活着，2短有人抢，3短1长，乡里太急。哪里急？全部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想退出。没有这个信号。写的什么？易碎贵重，请轻拿轻放，损坏赔10万两。我什么时候值10万了？能不能写20万？你开始进入角色了。你敲什么？确认你们没把我忘了。再敲就加盖一层土。白鹿侯府收获，收获可以轻点儿。棺材会说话。贵重货物，功能多。少骗我！你都来抢棺材了，还要求售后真实。想震断我的锁龙链，它能成10万斤。我不震断。那你做什么？送点东西。我第3个条件就是不许用剑压我。这次是拖。有区别吗？压死和摔死，你选一个。当我没问。白鹿侯在哪儿？不知道。现在呢？京城南郊观星旧台，侯爷让我把黑棺送到那里。他知道哪口是真的？不知道，所以让我先抢显眼的。你谁？你抢错的货。是黑棺自己的轮子。锁龙峡没有轮子，现在有了。总镖头，棺材自己跑了。追！追上以后怎么办？先问他有没有付车费。经脉被封，睡2个时辰就醒。里面的人留守了。我爹教过我这一招。隔着棺盖出剑？不是，留活口。我建议先核实。我同意。同意什么？边砍边核实。罗京红，你至少问一句。问了你也会骗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说？不能太安静。他若真想杀你，第一剑不会劈头。他就是劈头。
听骨钉，埋在耳后，可以把附近声音传出去。你被人监听多久了？我不知道。现在知道我爹为什么让我杀你。他可以写清楚些。棺材里光线不好，体谅一下。第9号目标确认，正在接近观星旧台，回收程序启动。他嘴在哪？里面有传音弹片，能骂回去吗？告诉顾千秋，我会去。顾侯等候多时，再告诉他多准备一扇结实的门。为何？这是什么阵法？让人好好说话的阵法。能解吗？先看你说的好不好。关里的人为什么没杀你们？他问我们是不是侯府的人，你们说是，我们没来得及说。那他凭什么留守？第一剑切刀，第二剑封脉，他知道秀一寺会来接活口。罗沧海7年前就在给今日留证人，或者关中人一直清醒，只是无法开关。爹，醒着就再敲一下。可能又睡了，也可能嫌我敲的难听。这句话你已经拿来挤掉秦九山很多次，好用就行。谁派你们来？白鹿侯，任务把黑棺拖到武庙，启动关底机关。为何没成功？里面的人出剑了。我该坦白一件事。你每天都说这句。这次比较贵。说。第8名外来者是我妹妹。他说的挺客观。她7岁时画的，7岁就能看出来。他来自我的年代。不确定，她记得高楼、汽车和屏幕，但不记得年份。他叫什么？谢之遥。她7岁时从隐阵里醒来，之遥是她自己取的，记得另一个世界。亲妹妹。杨妹，她给自己取名谢之遥。她在哪儿？14年前，她被送入观星旧台，之后再也没有出来。你送罗金红进京是为了找他？是。所以你知道观星旧台下面是什么？知道入口，不知道里面。带路。顾千秋正在那里等我。哪里正好？省得我去侯府拆门。3短3长，前路有虎，虎后有门。顾千秋说等我们，人呢？可能怕罗金红踹门，先躲远了。这门看着挺贵。观星楼是朝廷的。等等，我知道机关。那不赔。你说晚了。我只说了2个字。坏人死于话多，机关死于开得慢。他认识总镖头。他认识他的真气。真气也能认亲？比人可靠。他们为什么把一个孩子写成危险？他10岁时改过司天监所有门锁，让3名监正被关在茅房1夜。确实危险。你怎么听起来很欣赏？有能力的人值得欣赏，把人关茅房算能力，要看关的是谁。这是什么？记忆晶片，不是活物，也不会自己行动，只是前8名外来者留下的一部分记忆。你妹妹在哪一家？第8。这是她小时候的东西。地关太窄，别让他展开翅膀。这句话应该跟他说。墨梅，不能吃我，我给你治病了。他听懂了。不，他看懂针了。这是什么？坐标，但不完整。信号，基站，电量。他是不是也欠充电费？不是。那他为何一直找电？我们那边很多东西没电就不能用。你的剑要充吗？不用。果然巨剑更可靠。顾家从这些记忆里造过滑翔木翼，后来摔死了试飞机关师。图不完整，当然会摔。你会造？不会。那你说的很肯定。我会看事故报告。谢庭云，你若听到这段话，说明你还是不听劝。第9名叫林兆，他来自我知道的那个世界。林兆，你在山宅中使用的绳没有老化，有人提前改了你的绳结，并在你坠落的瞬间启动引界阵。
那个人带着一枚白鹿型金属胸针。林兆，你的死亡不是意外。别动，他还有内容。不要直接相信罗沧海，也不要直接相信我。门上若有一只完整白鹿，说明顾家已经控制回城仓；若白鹿少一只脚，说明真正的罗惊鸿仍在里面。别碰，那是制药留下的，所以更不能乱碰。他能把3名监正关进茅房，也可能在哨里装炸药。你们2个应该很合得来。他最后说什么？他说，第10间门上若是完整白鹿，顾家已经控制回重仓；若少一只脚，真正的罗惊鸿仍在里面。你妹妹连自己都不让人信，这是她最可信的地方。前世救援队使用的主绳就是这个颜色，不是磨损，也不是老化。有人不止观察过我的山难，有人把绳纤维带到了大药。他刚才说什么？说谢霆寻跟下来不听劝。后面呢？说你欠钱。他不会说这个。那就是你不够了解妹妹。你在拖时间。我出事那天，主绳确实没有老化，不是磨损断裂，是受力方向被改过，才从连接扣中滑脱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检查疏忽。他还说了什么？白鹿胸针。顾千秋。不一定，14年前的顾千秋只有20岁，还没封侯，但白鹿纹属于顾家，顾家3代掌管司天剑外库。现在大禹难学吗？不难。先教我一句最有用的。打钱。打钱。你就教这个？他问最有用的。第2句呢？别废话。别废话，发音简单，适合审讯。你们把一个文明的语言浓缩成了2句。还有第3句是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不该问。以后遇到另一个外来者，我能先卖翻译服务吗？他刚听见姐姐可能出事，你就想做生意？难过和赚钱不冲突，没钱更难过。有道理。你们镖局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还没倒闭的地方。看得懂吗？是距离和高度。多深？观星台下方317米。你是什么？差不多3尺多一点。为何不用杖？我们那边没统一听大药的。第3间旁边这个3角符号呢？高压危险。什么呀？解释起来很麻烦，看见就别摸。你应该先说这一句。有虫，这里还有第10间。回城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把人送回原来的世界。只要没死，他可能进了回虫仓。也可能这张图就是留给你看的诱饵。那也得去看。你准备怎么进京地下？看我做什么？钥匙。谁是钥匙？尊贵的开门师傅。你要站进去。我站进去以后呢？用真气开门。若门抽我真气，立刻退。退不出来呢？我砍墙。我下药。我解阵。分工明确，最没用的负责说话。我解阵。我说的就是你。第9号载体识别失败。他嫌剑不像人，眼光不好。欢迎回来，第9号。一杯测真气，一杯封经脉，2杯暂时看不出问题。正常那杯给谁？给唐姑娘。
药师最难骗。那我更不能喝，免费的好意通常比毒贵。现在公平了。你小时候也喜欢先毁别人准备好的东西。小时候穷，见不得浪费。现在呢？现在欠债，更见不得。这杯给官里的，他喝得到吗？显然喝不到。所以礼数做得很足，用处一点没有。罗总镖头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有趣。你见过我小时候？见过，10岁的你比现在安静。10岁的我胸母中剑，安静很正常。你不问我为何知道？先问茶收费吗？不收。那不是好茶。你故意气他？不，我真觉得免费没好货。这是前朝紫檀，记谢庭云账上。为什么？他带路。哼哼，你们当真不怕？怕的人不会下来。燕千户，你所持3道圣旨都是真的，你还敢违旨？我只想知道哪一个皇帝是真的。 3个都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第1具身体负责坐朝，年老后称病；第2具身体修武，替皇帝处理必须亲自动手的事；第3具身体从宗室中挑选，尚未启用，只等前2具同时损坏。所以病体宣布驾崩，武体仍能下旨，新体也提前盖了第3道圣旨。不错。谁才是陛下？记忆相同，目标相同，都认为自己是真的。你觉得谁是假？谁发疯量谁是真的？闭嘴。这个判断很实用。皇帝只是位置，不一定是同一个人。天外驿站转移完整意识，也能将一个人换进另具身体。大药皇位100年不乱，靠的从来不是血脉，而是同一位陛下不断换身。那皇帝过生辰怎么算年纪？这是个严肃问题。闭嘴！3个皇帝，是3个备用身体，一个病体，一个无体，一个尚未启用的新体。不同身体下了不同命令，所以圣旨互相矛盾。那真正下令的人在哪里？在里面。你不是来找真相吗？看，为何不可能？你们愿意相信罗沧海是慈父，只因为他养了他14年？不可能。可一名最好的押镖人，最适合看守最重要的货物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是委托人。看来他不认便宜货。我已经被装进假棺，还要被这样评价。这东西能造假吗？能，但很难。罗惊鸿早已死去，站在这里的从头到尾只有林兆。林兆，请归位。进去。你请人的方式很像绑票。你本来就是镖物。镖物也分自愿和加钱。你要多少？3000万两。多少？3000万只是进关费、开门另算、跨界风险另算、精神损失另算、这月刮坏棺材不赔。你何时算出的？总镖头说3000万时，你连理由都不编。数字够大，就是理由。你们以为这是市井买卖？不是买卖，你为何请我进去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等一下，你改变主意了？先签契。什么契？自愿入关契。白鹿侯作为委托人，承担开关、关关、阵法失控、身体不适和世界毁灭等一切赔偿。你们随身带这种东西？刚写的。世界毁灭赔多少？3000万两，和进关费一样。世界都没了，太多也没啥用。签。你在拖延。对。总镖头，3000万不能少。知道。现在是谈钱的时候。越危险越不能便宜。你真的一点不在意罗沧海是计划负责人？在意。那你为何不问？你准备好的答案一定是假的。我问了浪费口水。档案、指印
阵器全是他的，都能造。黑棺里的剑气呢？14年来，是谁在用与你同源的真气养着这座阵？打开棺材。你确定？我爹若是好人，我带他走；若是坏人，把他打醒再问。哼哼，很像他的女儿。爹，认不出。第9号，罗总镖头，见到亲人为何不高兴？他骂人越来越文雅了。他是引界阵最稳定的守门人。7年前他想毁阵，被我改成了阵卫。你把他关了7年，他不肯合作。巧了，什么？我也不肯。他已是半步山河，你打不过。小时候他也这么说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把他九交所撬了。守门人，送货物归位。林昭入关。鱿鱼。他连怎么装货都记得。我爹以前只装。罗沧海亲手签下的计划，你还不信？信你不如信唐小满能戒糖。总镖头，别造谣！您这样看，父女能不能避开这一药区？听见了吗？再砍那边，药费算你。别用这些无聊话唤醒他。有用就不无聊。爹，我16岁偷你酒，你藏哪儿了？床底。错，床底是空谈，针灸在秦书屋底。顾侯，你伪造档案时见过我爹按指印吗？你想拖时间？档案里不止签名有问题，7年前那页有我爹完整右手食指印。所以他在我12岁时就少了半截小指，还有档案每页都盖完整总镖头印。我10岁那年用那枚印砸核桃，右上角缺了1块，你桌上的印1块都没缺。这种小事也能证明？家就是一堆外人觉得没用的小事。14年前的记录可以有实质，7年前不能有。你们造假挺用心，可惜不懂一家人平时怎么相处。就算档案有误，他仍是守门人。那8根钉才是。起剑！爹，忍一下。货物归位。我从小就不听你的。这是父女相认，很有罗家特色。守门人，杀了他！
惊鸿。爹，你长高了，14年只看出这个，还更败家了。看来是真的。别管我，看第9根镇定。你在哪儿？定他，不然京城会被抽空。每一道都连接京城地脉，你砍错一根，整座城都会下沉。哪根能砍？没有。那你解释这么多做什么？让你知道自己输在哪里。别用真气，拿剑身硬撞。镇月会断。我赔。你有钱？没有。那别乱承诺。总镖头，剑坏了算攻杀。记谢庭云账上。我在另一边也听得见。你碰他，天外驿站会彻底关闭，你再也回不了原来的世界。想，那就与我合作。我想回家，不想被你塞进棺材榨干。你的世界有什么值得回去？欠我的事故结论，没喝完的半杯咖啡，还有一个没来得及道歉的人。这些比大药数百万人的命重要。别替数百万人做选择，你想要的是权力，不是救人。我若成山河镜，能镇压边境兽潮100年。你连一座空城的人都拿去做镇压兽潮，是怕妖兽抢你的饭。成大事必有代价。又是这句。你不认？我认代价，但谁决定，谁自己付。启动驿站必然需要代价。代价为什么总是别人？罗沧海骗了你，真正的罗京王还活着。他在回城舱里等着拿回身体。爹，砍！他说真正的惊鸿活着，在哪里？不是这具身体，他有自己的去处。他把你当了14年替身。放你娘的屁！沧海，你当年明明签过第一份押运契。我签的是救人契，不是把人当柴烧。你把林兆留在女儿身体里，难道不是私心？是，我有私心。他醒来时抓着我的袖子，明明不认识我，还说让我别怕。那一刻我就决定，谁敢把他再撞回镇里，拼命！那真正的罗惊鸿呢？我也在救，2个都是我女儿，不行吗？有点贪心。跟你学的。这句也是真的。我教你的礼数呢？被你刚才那句带坏了。你们父女一定要在此时斗嘴，不斗嘴怎么显得你多余？他开了备用脉络，第9丁断裂的力量被他接走了。罗沧海，你算尽7年，还是替我完成了最后一步。现在还能加钱吗？能。加多少？3000万3倍。顾千秋未必会付，所以我准备拿侯府抵。第9号，你的身体、真气和记忆本就属于天外驿站。纠正2点：第一，我不叫第9号；第二，欠债的是你。
总镖头的剑气越来越贵了。你从哪里看出的？颜色深，墨越浓，药越多。这个算法不成立。你付钱时就成立。气海境也敢接山河之事，境界高的人都爱先问这个。你会死。换一句，秦氏问了14年。你故意让前2层剑气碎掉，显得你赢了。为何？高兴的时候，人会站得直一点。谢庭云，接着。你们找死！看别处不礼貌。这一招叫梅开二度。你只打中1次，马上第2次。现在名副其实。墨竹。山河印。惊呼，退！退哪儿？门口，门没了。那就死在这里。谁说巨剑只能出剑气？你想凭驱破踩碎山河之势？不。空的。老秦能给你留湖就不错了。回去扣他9千。你们把生死之战当什么？家务事。老秦终于干了件有用的事儿。真正的皇帝还在。我知道的够多了，剩下的问活人。惊鸿，认出来了。林昭，14年前我就知道是你。真正的惊鸿也还活着。疼？不疼。那我换这个。有一点儿。哼，早说。他从小就嘴硬。你有资格说？我经脉裂成这样，一声没喊。你一路都在算赔偿。那是工作。去接回流地脉水。我是账房。现在是杂役。谁任命的？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原来的惊鸿？你醒来第1天。凭什么？他最怕苦。你醒来后第1碗药喝完，只问还有没有。这也能看出来。他还怕剑。你醒来第3天，爬下床去磨阵月。我以为是门板。你还说做门板浪费，拿来砸人正好。 10岁就这么说，成熟的早，脸皮也早。
你为什么不问我是谁？因为我女儿在引介阵启动时已经救不回来了。你醒来以后，身体重新有了心跳。那原来的她呢？引介阵没有把她抹掉，她的完整意识被推入回程舱，后来用阵法重新塑成一具身体。一个身体换进来，一个身体送出去。原本计划是这样，那为何她没回来？有人从里面锁了门。是蚩尤。第8名外来者。是。他发现顾家想利用回程舱反向进入灵照的世界，于是把自己和真正的惊鸿一起关在第10间。我爹7年前押送的到底是什么？你14年前那套也是你。黑棺呢？钥匙。谢庭云呢？天头。罗前辈，我听得见。听见正好。尾款给了吗？这种时候还要尾款？要。果然是亲的。顾千秋至少替其中一具皇帝身体保管过印脚，这说明他不是最终下令者，也说明剩下的人知道他死了。这是报丧，是报账，告诉真正见钱的人，我快到了。我回秀伊司，只能说白鹿侯谋逆，罗惊鸿协助破阵。杀侯爷怎么算协助？写得太清楚，你会进诏狱。那就写我在旁边鼓掌。你劈开的墙有30张，顾千秋自己撞的，墨绿色剑痕，他审美像我。我现在明白秦九山为什么喝酒了。不够。契书原价9万，定金5万，尾款4万，我多给了1万。活人镖、超期镖、隐瞒镖物，委托人被监听，总镖头经脉受损，阵月磨损，茶桌代赔。茶桌是你砸的？因为你带路。这账合理。你们一家人最好永远不要开钱庄。蚩尤，林照，好久不见。我们见过。你在里面14年，外面14年，舱里不到1年。你为什么不出来？门只能从第9号一侧打开，所以你一直等我。我等的是能把阵月练到这种程度的你。他说什么？有没有提钱？没有。那可信度先减1半。钱在第2扇门后。他可信。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大药化？无聊时。我找了你14年。我知道。你为什么不给我留更多话？留了。你只找到最短的那段。你妹妹也觉得你笨，这一点没变。你那场山难不是顾繁星安排的，启动引接阵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把林照带到这里，真正的罗惊鸿就回不来。他在哪儿？爹，你带回来的那个灵照不是第9个。他是第1个。他是第1个。
芷瑶，你刚才说是你启动的引界阵？林兆那根绳子也是你弄断的？不是。那照片上的白鹿胸培也不是我。你能不能一次说完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你小时候给我讲账本也是一次讲一点，我现在报复。你记了14年，仓里不到1年，不到1年你也记？我记性好。他们兄妹见面都这样，比我跟我爹客气。我听见了，听见就好。秦叔年轻时候跟你家走得很近吗？关秦九山什么事？我只是合理推测。你这合理推测能害死人。秦红，叫我。我早就说过，出来以后第一件事先把名字问题解决。我以为见了面会自然一点。自然了，自然的尴尬。行，先说名字，罗惊鸿。巧了，我知道。你不准备改。你呢？我叫了14年了。我出生就叫。也不是非得现在争这个。闭嘴。行。你记得多少？10岁以前都记得，10岁之后，我不在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林兆。介意？为什么要介意？身体已经不是原来的身体了。回城仓按旧记录重新给我诉了一句，那我这句，你的原本不是，现在是，这么痛快？难道我要说还我？你准备怎么还？拆下来？不行，拆了不好缝。谁让你真想？我就问问，所以没什么好还的。可这身体，林兆，你替我活了14年，替我照顾了爹，替我守了惊鸿标的，替我挨了债主骂，还替我把阵练得连门都不敢长在面前。门还是敢长的，就是活不久。我要是回来第一句话就让你把人生还我，那我跟顾千秋有什么区别？你在里面学过说话？什么意思？挺会说。知瑶教的，我还教了别的。爹。哎。知瑶说，像您这年纪脾气硬又没钱的男人，在他那边有一个称呼。什么？老登。我就知道。再说一遍，老登。名字先不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咱俩能处。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还站这儿？没有。啊，等等，既然他是真正的罗惊鸿，这个也是罗惊鸿，那你以后喊一声惊鸿，谁答应？这个问题很实际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一个叫大惊鸿，一个叫小惊鸿。谁大谁小？当我没说。身份以后再分。先说你为什么是第一个？司天剑不是记录了9次引界？那份记录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哪里错？顺序。这里是大药，这里是林兆原来的世界。为什么这边远一点？手抖。哦，2个世界的时间不是一条直线。你们一直以为第1号、第2号到第9号是按来到大药的先后编号。不是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锚点。林兆是第一个被引界阵锁定的人。可我14年前才来。对，第1号不是比我早？他们到的比你早，那我怎么是第一个？因为引界阵先看见了你的死亡。对阵法来说，先后不是按哪一天发生，而是按你条路先被找到。他先找到了你，再顺着这条路找到了其他8个人。我也是。说简单点儿，先看见井，再顺着井绳摸到8个头。总标头是井？你最好不是这个意思。比喻，第1个外来者来到大绕以后，引界阵才真正有了方向。后来的第2到第8都只是沿着你的锚点物抓来的。我也是。
那第9是谁？没有第9。什么？第9号是林兆第2次被记录，我被记了2遍。第1次阵法只找到你，第2次你真的掉进来，所以你既是第1，也是第9。我觉得这阵法记账不行。同意。重点不是账，所有看不懂的东西，最后都能归到账上。你为什么在我坠崖时启动阵法？因为我看见你会死。在哪儿看见？回城仓。你提前看到了，只能看到很短的一段。多短？不到10息。我看见你的绳结划开，看见你掉下去。我没有办法阻止绳子断，只能在你落地以前把阵打开。所以是你把我拉来的。是。你救了我，也可能只是把你的死换了个地方继续。你当时不知道？不知道，那还敢开？因为不开你一定死，开了你至少还能骂人。有道理。你就这么接受了？他当年7岁，12岁。你不是7岁来的？学了5年阵。你12岁就敢碰这个？你12岁还在算9楼的环账。人和人不一样。那绳子是谁动的？这就是我不知道的。白鹿胸针，不是大药的东西。顾家白鹿纹，图案一样，但材质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有人在你的世界也知道大药，而且比我更早知道。先出去，这里的阵刚停，地脉还没稳，再聊下去，万一塌了。陪谁？朝廷。那不急，我急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在朝廷领俸禄，那确实急。景洪。老登，建议改口。你能不能把他教坏的东西收回去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教学成果概不退换。我觉得挺好，我也觉得。突然开始想秦九山了。有酒吗？没有。病人仅酒。我现在没病。你胸口8个洞，皮外伤，经脉断了4处，老伤，气海被抽了7年，还能用。心脉现在跟漏勺差不多。承认有病啦？我承认你嘴比真厉害。诊金加20两。凭什么？言语伤害药师。习惯就好。咱家现在很有钱。没有。那为什么欠药费还能这么淡定？欠习惯了。明白了。你别学。晚了。怎么又晚了？之遥跟我说，回家第一件事要先确认家里有没有钱。然后呢？有钱就讲感情。没钱呢？先活着。你到底教了他些什么？生存技巧。你自己都被关14年，所以经验丰富。只要我有很多话。先走，地要塌。这些年我一直……帮我拿一下这个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你？知道。那你先别哭。我没哭。那就更没必要说。闭嘴。谢账房。你妹妹是不是不太喜欢你？她小时候不是这样。我小时候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烦。至少她肯说你烦。这算安慰？总比不认你强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吃饭、身份、
先吃饭再说。不能。你是秀伊司正在查的人，你是14年前已经报死亡的户籍，你是司天剑失踪人员。我12岁就被判死了。对，那很好。哪里好？死人不用交税。别提醒他。你更麻烦。我怎么了？7年前惊鸿镖局报你失踪，没报死啊？没有。但户部3年前把你按年满区7年自动死亡销户了。野柱说，这里站了2个死人，一个通缉犯，还有一个账房。为什么我的身份这么普通？你想死一个？不用。最麻烦的还是2个罗京恒。我可以换个临时名字，你刚才不是不改？临时叫什么？罗归鸿。归鸿。官府要是非得分，我先用这个。家里不用，那家里怎么叫？都叫惊鸿。你们是不是故意为难我？爹可以看着谁叫谁。我背后长眼啊！可以练。这东西怎么练？你7年都能活下来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差不多。要不一个叫惊鸿，一个家照。他想叫哪个就叫哪个。你不介意我继续叫罗惊鸿？不介意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名字是你的，也是你的，凭什么？你用了14年，名字又不是客栈房间，不能住2个人。那以后官府被搞疯了算谁的？爹的。为什么又是我？你取的，有道理。先找地方休息。不能住普通客栈。为什么？秀伊司已经在找我。找你做什么？我3天没回报，你们秀伊司管得挺宽，3天失踪当然要找。秦叔出去喝酒10天都没人找，那是你们镖局管理有问题。他会自己回来，凭什么？欠条在家。我有个安全地方。这就是你的安全地方，秀伊司暗桩。起名的人挺会祝福。我们这么多人进去，会不会太显眼？你没死啊？没有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刚活，这个我也见过通缉画像。我12岁那张？对。画得像吗？挺像。那画师不错。今天不营业。徐叔，别叫我。开门。不开。为什么？我这儿是棺材铺，你一次带回来这么多死了又活的，我害怕。老板，我们给钱。多少？这人可信。你看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收钱的。你们秀伊司为什么把暗桩放这里？死人嘴严。你这儿活人不少。唉，所以生意一般。木料不错，前辈识货。爹。你刚从关里出来。所以。别看了。我就看看。行。你们谁跟我？罗前辈，怎么？棺材铺挺暖和。滚！有桌吗？有。平吗？差不多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户籍册不能放歪桌。为什么？人可以歪，册不能歪。这谁？户部北账房录事裴正。裴丰泽？不是裴正。
正者，我爹希望我做人方正有规有什么区别？成功了吗？先办事儿，谁先来？我。姓名？罗沧海。死了。我在这儿。册上死了。我活着。册上不这么写。燕千户，你请我来是让见鬼？恢复户籍。有死亡注销恢复文书吗？没有。有同户亲属吗？有。哪一个？2个都是。我想回家。先办完。我家里还有老母。你没老娘。我现在想有。继续。又是个可信的。姓名、年龄。罗福清，24，罗沧海。有。姓名。罗金红。双生。不是。同名、同夫。对。同母。对，严格说也对。什么叫严格说也对？解释起来有点长。我今天没那么多命。那先不解释。哪个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户部不接受这个答案。户部接受几个？1个。凭什么？户籍上一个人只能有1个身份。你们陛下都有3个。你别乱说。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。你不是说册不能骗人？册不能。人呢？可以。活到我这岁数，灵活应对。那你挺灵活。姓名？谢志豪，26。死亡14年。恢复？可以不恢复吗？为什么？死人不交税。死人也不能买房、开铺、继承财产。恢复。我更想继承你的钱。我的钱为什么你继承？你要是死了，我没死。可以等。这不行。哪里不行？旧户籍显示你10岁已经死了。我没死。你这个倒是没死，可他说他才是10岁死掉的那个。那你是谁？罗金红。实在不行，给他们都记上。为什么？不行，同一出生记录不能分出2个人。分家产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钱债呢？钱债倒能按实际债务人分。展开说说。金鸿镖局现在欠多少？不多。多少？7万多。我失踪前只欠1.8万。你失踪以后，屋顶塌了3次。修屋顶能修5万？还有牌楼。什么牌楼？别问。你这些年到底劈坏多少东西？没有证据。如果欠债按实际在案人分，我10岁以后不在，是不是1文不用还？理论上。你刚才不是说替你活了14年？对，那这14年的债也算你一份。我没花，你享受了结果。什么结果？镖局还没倒。这算结果？非常大的结果。爹，家里真这么穷？以前不穷。关键词。行，债我分。这么好说话？但有条件。什么？镇月算共同财产。不行，祖传的，我练的，爹的，现在是我的。要不你们先问问我？你闭嘴！我决定了。怎么登记？2个都登记。能？不能，一个本名，一个常用名。那你罗惊鸿，现金鸿镖局总镖头。罗归鸿，原名罗惊鸿，14年前备忘记录记录为失踪，现恢复。我没改名。户部认为你改了。我不认。户部认就行。他不认怎么办？你们2个人都叫罗惊鸿，上街随便喊，谁回头抓谁。档案我这么写，剩下的归命。办完。罗沧海呢？下次。为什么？今天已经死过3个人，我的精神承受不了第4个。还有，
你们近期不要一曲虎互补。为什么？我求你们。这人不错，我也觉得。他还收银子吗？收，那更不错。你们两个别什么都学一样。对，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生男孩了，还能有点幻想。谁？买官。多大？我自己的。活人？暂时。多大年纪？31。什么木料？便宜的。年轻，活着，自己来买，还要便宜的。你是不是没钱？有一点。多少？300元。不卖。等等，最便宜也1两半。我给你写欠条。不收。我拿玉佩抵。先看。啊！燕千惠，怎么？门外来了个要买棺材的，他拿皇家的玉。谁？谁？这哪个？第3个。他还知道自己排第几。陛下，别跪！陛下，朕现在看见人跪就头疼。你是哪个皇帝？这话在京城问，按律能砍头。不准备。你准备砍吗？那就回答。备用体。就是没醒那个。醒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下午。醒了为什么不在宫里？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醒来第一件事，他们给朕送了486本奏折。跑得对，总镖头。你理解朕？我每天看37张欠条都想跑。那确实。为什么有2个？这事儿解释起来长，先说你。萧承彦。这是陛下名讳，他刚说了。不能直呼，那叫什么？叫萧三吧。行，挺顺口。好记。什么？退位书。什么？退位书。这么厚。前面300页是理由。有写什么？第1条，朕刚醒，不熟悉工作；第2条，另一个朕已经在做；第3条，一份俸禄养2个朕，不划算；第3条很好，不好，为什么？皇帝不是按俸禄算的。第4条，朕不愿意。这条最重要。对。为什么放第4？前3条比较像朝廷公文，第4不像，像人话。陛下，五体陛下知道您跑了吗？知道。怎么知道？朕给他留了信。写什么？你干得不错，继续。这个。写什么？奉天汝着备御体萧承安即刻回宫，抗旨不归，就地软禁。他人软禁自己？准确说是他让人软禁我。那你现在算逃犯？差不多。皇帝逃犯多少钱？你别想，我就问问。朕听说你押镖。对。活人镖接吗？看。陛下。把朕押出京城。去哪儿？随便。期限？越快越好。价钱？朕身上现在只有300文。慢走。还有这块玉。皇家东西容易被追赃。朕写欠条。你退位以后还认吗？啊，应该认。应该不行。那朕以个人名义。你有什么个人财产？没有。这个皇帝混得不如谢账房。为什么又比较我？你至少有狐裘。别看，朕没想要。
那最好。那你帮朕做另一件事。什么？建另一个镇。你们见面还需要镖师？需要。为什么？朕怕他把抓回去上班。这理由值钱。陛下，您不能把上朝叫上班。为什么？智瑶教的。这个词准确。你什么时候跟陛下说过话？刚才我怎么没听见？你崩溃了。还有辞职也准确。你离陛下远一点。晚了。怎么这么吵？陛下，前辈，别跪，臣今天已经被17个人跪过，真的头疼。这是新标物，还没接，可以先欠着。这人学得挺快，我觉得能出。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，他想回绣衣寺。赵玉都比这里正常。让开。不让。我要睡觉。我也14年没好好睡。你这些年不睡觉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让开。智瑶。我找了你14年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留的那些线索，你每找到一个，回城仓都会亮一次。你能看见？看不见你，只能看见朕被触动。那你为什么不多留一点？我留了很多。我只找到童少，所以我说你笨。还有什么？关兴旧巢东墙第3块砖，我拆过。你拆的是第4块。空船井下第2层阵纹，我去过。你只看了第1层。白水客栈梁柱里，那里我也查过。你烧了。那是我留的最完整的一封信。你写了什么？17页，包括我的位置、顾家的计划、回城仓入口、三体皇帝，还有怎么救罗沧海。你烧得很干净。那根梁当时有血阵，是陷阱。那你还留信？最危险的地方，顾家不会拆。你就不怕我拆？当时没想到你这么果断。谁？还有事儿吗？有。说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不好。疼吗？有一点。怕吗？有。恨我吗？有时候。为什么恨我？因为你在外面，我知道不怪你，但人被关久了，不会每次都讲道理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凭什么你能晒太阳？凭什么你能吃饭？凭什么你能忘了我半？我没有忘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和难受不冲突。你也别摆这种脸。什么脸？马上要把自己判死刑的脸。我没有。有。谢庭云，你找了14年，找不到是你笨，不是你没找，所以别拿这件事继续折磨自己。你要是真过意不去，你说，把你那件狐臭给我。你刚说完这么感人的话，所以冷。哼，还有钱？多少？先给5000两。5000？这些年欠我的牙穗村。牙穗村1年哪有这么多？利息，我家。谁家这么算？你们听多久了？从你信开始，我是从狐裘，我比较早。你们没有自己的事？有，听你挨骂。什么？生气了？没事儿，狐裘都被拿走了，跑不远。
哥，干什么？灯关一下。远。你自己不能关？袖子太长。还有，我回来晚了。你也老了。我29。我记得你15。其实现在也差不多。哪里差不多？还是笨。你别睡了。为什么？起来。干什么？把14年欠我的骂还回来。明天。现在。你刚才精神很好。我困，突然没了。谢之遥。起来。哥。关灯。14年很长吗？看怎么过。你呢？挺长。想过回去吗？想回原来的世界。想过。现在呢？现在先不想。那我也先不想。你想什么？明早谁做饭？谢庭云。他会？那为什么？不会，让他忙点儿。有道理。你为什么在？见证。见证什么？分家产。我还活着。知道。提前理清。我活着，你们分什么家产？为什么要理？剑不分。现在是我的。祖传。你没练？我可以练，可以从28斤开始。280斤，这不是一把剑。可以仿制。那你仿。祖传的是这一把。停！镇岳先归京，归零。为什么？归现在拿着的人，因为他练了14年。行，这么容易？我又不是要抢，那你刚争什么？确认我有没有份儿？有份儿然后不要？对。你有病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没病。有病可以说。真的没有。那你图什么？想确认回来以后，这个家还有没有我的位置。剑我不想要，镖局也不必定要，房间给我留一间就行。留。真的。老子自己的家，留个房间还用问？你7年没回，现在房契写我名。真的写的你？那我问他。总镖头名下房产1座。你记这个做什么？以后算遗产方便。我还没死。不是记你的。房间有，东厢你住。那是我屋。你回来以前是。我现在回来了。你睡秦书屋。为什么？他不在。他回来呢？你们挤挤。我觉得可以。下面分债。为什么还有债？家产和债务一起。青红。总镖头。说。这是多少？74320两。你不是说7万多？对。怎么多这么多？74000不算7万多。牌楼3座，古树12棵，官道2段。还有药铺欠款，醉仙楼屋顶。你批举楼了？不是我。那是谁？秦叔。秦九山能把3层楼顶批没？他当时在楼顶。然后？我在楼下。你批的。他站的位置不好。那次确实是秦叔的问题，他不该站楼顶。为什么？这个镇岳运输超重损坏桥梁是谁？桥不结实，
这个惊鸿镖局夜间噪声扰民，练剑。这个无故惊吓邻居家的猪，他先叫的。猪叫不是很正常，半夜叫影响我睡觉。所以呢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他3天没吃饭，这也赔？邻居哭得太惨，我突然觉得屋子有没有我的份不重要了。你刚说债分，我后悔了，晚了。为什么？唐小马记上了，白纸黑字。能改吗？可以，手续费300两。多少？爹。我想回出城仓。不是。回来都回来了，债还没分，那为什么？你刚才说想知道这个家有没有你的位置。债都有你一份，位置肯定有。你安慰人的方式挺缺德，管用吗？有一点，那就行。罗归鸿自愿承担家庭债务，我没说自愿，你笑了，笑算签字啊！我们镖局口头说也算。这规矩谁定的？我。姐。我现在有点想把身体要回来。晚了，我就说说，最好。终于像一家人了。债也有你的份。罗沧海恢复户籍第1天，负债24773两。怎么算的？按父亲责任分摊。大药律有这条吗？罗家家法。谁定的？我们。我还是死了算了。死亡证明刚撤，再办一次要手续费。多少？300两。那我活着。想开点儿，活着只是欠钱，死了还得花钱。这个家确实让人珍惜生命。你们家珍惜生命的理由是不是有点问题？管用就行。你什么时候还我？什么？那是我的，现在穿我身上。今天又是谁？先说好，死人住店半价，皇帝不打折。朕不住店，不是朕。那就是另一个。陛下，起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抓你回去。我不回。你留的486本奏折，朕批了312本，剩下174本是骂你的。那不用批。你就是朕。昨天以前是，这是我们的名字，我们的记忆也一样。昨天以前一样。我昨天吃了2碗面，朕知道。你昨天在宫里批奏折，你没吃这2碗面。我还在这儿睡了1晚。为什么住这种地方？免费？谁说免费的？记朝廷账上。你不知道我昨晚梦见什么，我也不告诉你。所以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他说的对。你是罗惊鸿，我也是。你觉得我们是一个人吗？不像。你们坐姿都不一样。那你们也是。那我能走了？不能。你是备用玉体，现在不用备用，以后呢？以后再做一个。你这话听着像买锅。他的意思是，国家需要备用皇帝。你就是谢知远。天外驿站是你关的，一半是。还能再打开吗？你想换身体，不建议，容易出现第4个。那算了。别放那儿！行了，你们的问题我听懂了，一个想辞，一个不让。拿纸，分家。这是皇位，当然不能分。皇位不能分，那就分人。可以有。我娘病了。来都来了，你没有娘。刚有。说吧。我要退位。我要退位。这个户部不办。那给我重新上一个。你现在户籍是什么？萧承彦。
你最近闭眼也挺沉。跟你们待久了都会这样，一个户籍不能登记2个人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，这次呢？这次我希望我也错了。给他另立户籍。你同意？你说的没错，昨天以后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人。你真这么想？朕不知道，但朕今天早上吃了1碗莲子粥。我讨厌莲子，朕知道。你还吃？御膳房做的，为什么不退？没想过。你比我适合当皇帝，不好意思退饭。姓名萧燕，身份平民，籍贯京城，职业呢？前皇帝。不能写。标物。更不能写。无业。这个准确。陛下，哪位？他。二位陛下，出大事了！先别跪，说事儿。玉玺没了，被偷了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玉玺自己留了封信。玉玺会写发？现在看来，会。你看，看什么？连玉玺都辞职了。多少钱？总标酬多少？够还债了。还有呢？还能修屋顶啊！起标。你连送哪儿都不知道？先接了再问。我现在还算标物吗？算。那天下呢？新来的。总标头，这回咱押的到底是什么？谁知道？反正挺贵。